钮祜禄这个姓到底有多大？皇后的乌拉那拉氏根本比不上。要说四大爷这一生中做的最疯狂的事，除了强娶纯元，就要数迎轩轩回宫了。就他给甄嬛送的回宫大礼包，属于是让皇后都想给自己杀了，给他俩助兴的程度。为啥呢？因为胖菊真的是为情乱智，送房子送儿子都不算啥，最主要的就是赐的这个大姓。这姓有多大呢？那是属于谁见了都觉得离谱的程度。清朝时期的人就像元朝一样，是有等级制度的，但不是观众熟知的汉人、蒙古人、满人这种，而是民人、旗人、蒙古人。就比如眉庄轩轩他们，虽是汉人但也是旗人，所以他们可以参加选秀，进宫当娘娘。而皇上招大臣，宫里挑宫女，也都会优先考虑旗人。所谓旗人就是满洲八旗下的人，满洲八旗分为黄、白、红、蓝4种颜色，在此基础上又有乡镇之分。八旗之间本无高低贵贱，直到清朝入关才分出了尊卑。因为皇太极是爱新觉罗氏所属镶黄旗，所以八旗之间以镶黄旗为尊。为了巩固统治，他又将正黄、镶白这两旗收归皇有，因此这3支只属于皇上的旗就被称为上3旗。而镶黄旗中可不只有爱新觉罗氏这一个家族，廊化的富察氏、瓜六的瓜尔佳氏以及四大爷给轩轩赐的钮祜禄氏都属于镶黄旗。清朝不是没有皇上给心爱妃子抬旗的先例，但大都像皇后说的一样，在原本的姓后加一家字即可。就像扎龙的高贵妃，因着爹在前朝得力，自己哥后宫得宠，所以就被抬成了高家氏。但像胖菊这么大方，一抬直接给人抬进自己老巢的，属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且此时的宜修所属的乌拉那拉氏只是正黄旗，和轩轩的镶黄旗相比还是有些差距的，就家族地位上还真就低了甄嬛一头。所以四大爷这一举动，那可是真的危及到了宜修的地位了。而且钮祜禄氏可不仅仅是姓氏高贵，这个姓氏在清朝那也是名人频出。康熙的孝昭仁皇后，乾隆时期的大贪官都是钮祜禄氏。而清朝覆灭后，因着钮祜禄在满语中是郎的意思，所以其后人大都改姓为郎。钢琴家郎朗就是钮祜禄氏的后裔。因此若是宜修可以，恐怕最想的就是穿越到四大爷张嘴前，给他一巴掌让他闭嘴吧。华妃娘娘生不了娃，竟是被半个紫禁城算计的结果。你以为华妃不孕，背后做手脚的只有皇上和太后？不，这可是半个紫禁城的人联手设计的一出好戏啊。华妃这么多年没娃的最大原因，那肯定是皇上出品的欢宜香了。为了不让世兰揣娃，四大爷也是出了狠手。据制香大师安令荣的证词，这香里的麝香含量那是十足实的。安令荣能闻出来，后宫里那些太医能闻不出。所以这么多年没人告诉华妃，肯定和紫禁城3巨头脱不了关系。表面上皇上和太后是这盘棋的操控者，因为年羹尧战功赫赫，所以他们不会允许他的妹妹生下个带着年氏血脉的皇子，因为有了这娃，万一年纪不高兴，图了四大爷改朝换代也未可知。因此二人出品了华妃特供的欢宜香，为的就是断了他的子孙缘。而这盘棋要说皇后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虽说因为欢宜香之事涉及众多，保密系数极高，但皇后不仅是后宫之主，也是太后侄女，要在后宫生娃，那得有多了马总裁允许的。而年氏兰生的娃，威胁的可不仅仅是皇上太后，更有皇后。没娃的华妃就敢天天给皇后甩脸子，有了孩子之后，不得直接让宜修传位于他吗？所以皇后也不会允许华妃生的。即便是胖菊母子俩不动手，宜修也会出手的。而除了这些大人物，一些小人物在这盘局里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就是太医院的众多太医了，先不说其他人，即便是华妃心腹江澄江慎都不敢多说一个字。而曹琴墨跟在年世兰身边那么久，对此事不可能一无所知，但他依然保持沉默。而前底时期与华妃同住的静嫔更是深受其害，她这一生无子与欢宜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化学课代表安令荣就更不可能告诉年世兰其中的问题了，
毕竟他当年可是把安小鸟与轩轩当成乐伎取乐过的。而在华妃倒台后，知情人之一的轩轩却选择将此事告知年世兰。皇上对华妃还是有点感情的，即便年届倒台也不想她死，所以在此事后对轩轩态度急转直下。只能说四大爷没有心呐。赐死果子狸时，为啥胖菊不派人去偷听呢？四大爷那绝对是大大的好人呐，赐死时7弟，还让人挚爱见一面，甚至头死前还能知道侄子侄女竟是亲生的，也算是死而无憾了。但胖菊疑心那么重的人，为啥不让夏邑去监听呢？难道他就这么君子吗？虽然这个局是胖菊设的，但那时候对二人的私情，他一直在心里暗示自己，只是老17觊觎自己的轩轩，所以对这场局他设想过2种结果：一，轩轩不爱果子狸，毒死他自己活；二，轩轩爱果子狸，不舍得让他喝，那就放箭射杀二人。四大爷根本就没想过二人的感情深厚到可以为对方去死。皇上自幼生长在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环境里，亲爹儿子众多，相比于他更偏爱淑妃生的老17，而和他相比，自幼养在亲娘膝下的老14更得太后喜爱。所以这样长大的四大爷一直都是个利益至上的人，爱情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无聊生活的调味品。胖菊从来都不相信有人可以为了爱放弃唾手可得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四大爷对所有妃子的爱都包含着浓浓的自私与算计，所以他不相信在这种充满算计的皇宫里还能生出个爱情至上的恋爱脑。所以胖菊觉得17与自己是一路人。再者就是轩轩回宫后，四大爷真的对他动心了，所以他一直无法面对轩轩可能已经不爱自己的现实，甚至无数次的替他找补，自欺欺人的骗自己。现在的钮祜禄甄嬛还是刚进宫的轩轩，所以他不关心也不敢听这二人究竟说了些什么，他只要一个结果，一个甄嬛不爱果郡王的结果。四大爷根本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他不舍得杀了轩轩，而且虽然老17没有夺嫡之心，但胖菊却记恨了他许久。他不是没有想过杀了果子狸，但又不想背负杀害手足的罪名，所以利用这次的鸿门宴杀了他。这样哪怕前朝后宫议论起来，也都是甄嬛背锅。并且因为之前滴血验亲之事，胖菊对双生子的身份还是很有自信的。那凌云峰大酒店是他住的，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他能不清楚？这些流言蜚语都是那些人看不惯他宠爱轩轩造的谣罢了。而且虽然老17一直在自爆，但轩轩可是藏得很深，所以四大爷自信且自欺的觉得监听根本没必要，二人之间不过是果子狸单相思，甄嬛为了孩子也会杀了他。